朋友们啊，我是石头。这栋房子啊，真的太难找了，就在我的身后，这边连路都找不到了。这边的杂草长得比我还高。这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朋友，看了我的视频之后啊，找到我，然后呢给我打电话说，他们家的这栋房子闲置了多年，放着挺可惜的。他说看有没有人，能在这边给他打理一下房子，出租也可以，还有呢，把它转让了也可以。这栋房子呢，距离城里将近也就3公里左右吧，交通还是挺便利的。只是进入房子的道路呢，实在是，杂草丛生，现在是无法进来。转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，看那边就是一个工业园，正在建房子。这边是进入房子的道路，全部都是这么深的杂草，比我还高呢。而且这边啊，毛坯路大概有5米宽左右，修一下还是可以进来的。房子就在镜头的前方，那我们现在走进去给大家看一下。房子的旁边啊，有一小块空地，都是他们家的，种了一些橘子树，还有桂花树。这位朋友说，他们家的这栋房子啊，闲置了有很多年了，一直没在这边住。底下是一个小河沟，刚才我看了一下，现在是没有水了。他只是大概给我说了一下位置，我找过来的时候四处问邻居。在这栋房子的旁边呢，是有一户人家，距离将近有200米远左右，就在那边方向，但是现在是看不到了。这栋房子是通水通电，大家不用担心的啊。电线杆呢就在这边。3开间的砖房，1层楼的，上面盖的是本地的青瓦，有一处厢房。整个院子啊还挺宽的，将近有70-80个平方左右。以前是做过硬化。这边呢有自来水管，但是管子已经是断掉了。刚才我所说的小河沟呢，应该就是这下方。估计下雨的时候还是有水，现在呢已经干了。院子的外面呢都是长满了这样的一些灌木啊，还有小乔木。哎，好多蚊子。这栋房子啊，因为距离城里很近，所以呢，把这条路修一下，车子是可以开到院子里面的，而且进城里面买东西也很方便。这里啊，杂草丛生，实在蚊子太多了。我拍了一会儿视频，到处脸上、手上都是蚊子。这边啊，虽然距离城里很近，但是这也是属于农村了。大家可以听一下，丛林当中知了的声音很好听，对不对？这门口因为长时间没人打理，这些灌木丛杂草都长到院子里面了。还好以前这边是做了硬化，要不然站在外面都看不到这栋房子。刚才我看了一下，这栋房子的屋顶啊，基本上瓦片都已经全部烂掉了。如果要在这边住人的话，需要重新换掉瓦片，内部呢还是需要重新装修的。我的朋友说，这栋房子如果转让的话，估计要10个 W 左右。想想好像也可以，因为距离城里大概也就2-3公里吧，很方便。现在农村里面找一套房子不容易，在城里面随便买一套商品房的话，最少都要50-60万。那如果花个10万块钱左右买这样的一栋老房子，然后呢再花个20-30万给它重新修一下，还是挺不错的，对不对啊？开车到城里面将近也就5分钟左右的路程吧。看，这是厢房，以前呢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灶台。这边有个房间的，但是没有门，
砌好了之后，整个墙面呢也没有粉刷。蚊子实在太多了。这个灶台呢有3颗灶，都是烧柴火的。前面呢是炒菜的，中间煮饭，背后呢是养猪，平时给猪煮一点猪食的。看这背后呢是他们家的旱厕，还有猪圈。以前农村里面都是养猪的，但是这边的屋顶呢全部都坏掉了，上面的瓦片呢也掉了下来。我们就不进去看了哦。这个位置可以看一下，因为有一处那个偏房，房子是背靠着山体，排水沟也做得挺好的，重新清理一下就可以了，不用担心啊这边的泥石流，因为都是山石嘛。这栋房子是砖结构，但是外墙呢是没有粉刷的。哦呦，很破旧的房子。房子的进深将近有7到8米左右，很简陋，中间是没有隔开的，上面呢也没有铺楼板，墙面呢做了一个简单的粉刷，楼层高度将近有3.5米到4米左右，上面呢盖的是青瓦。2层呢基本上是用不了，楼层高度不够，做房间肯定是不行。这边过去啊就是堂屋了。这个堂屋呢也差不多的一个进深，相当于这栋房子呢只有3间。地面呢还是做了一个硬化，但是这边的堂屋啊上面是做了一个吊顶，长时间没打理，上面雨水浸泡，这些楼板全部都坏掉了。这边呢也是一间，这栋房子啊只有2个卧室，1个客厅。实际上这么大的房间从中间做隔断，还是可以做出2个房间的。这样子房间太大了，有点浪费了，差不多有40到50个平方左右一个房间。墙壁上呢贴了有些画，非常简陋的房子。这边的窗户啊留的也不是特别大，如果重新装修改造的话，这样的窗户呢是可以加宽的。学海无涯。这边的门也是以前老式的木门，纯实木的。房子内部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还是走出去给大家看一下吧。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这个窗户好像是被人拆了一样的，可能这边是有钢筋，别人把它拆了，然后把窗户的给当废铁给它卖掉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朋友说啊，这栋房子确实太长时间没居住了。其实房子的开间呢将近有4米左右，堂屋呢差不多有4.5米。从外墙看感觉还可以，但是内部呢确实很简陋。这边是有一个淋浴的地方，这应该是后期加建的，但是这边的排水啊各方面好像都没有做好，很简陋。这旁边这块地啊是他们家的，将近有大概1分多地左右吧。整理出来的话可以做菜地，也可以做停车场。再去看一下那边厢房的侧面，这边有棵树，
还挺大的，应该冬天都不会落叶。哦，这边就是一座石头坎了，他们家砌的宝坎，距离底下的小河道将近高2米左右，基本上这边是用不了什么了。这个院坝如果要扩建的话，还是可以的。这边如果修一座桥，直接通往对面，对面就是很宽的马路了。我的车呢就停在那边，还是挺不错的一个院子。我觉得像这样的一栋房子，如果花个10个 W 买下来的话，相当于就买了一个地基吧。其他基本上都需要重建。这栋房子呢，看主体还不错，重新给它加固维修还是可以的。朋友们，如果花10万把这栋房子给买下来，然后整体全部重新装修，再修这条马路进来，你们觉得究竟怎么样呢？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